生活中有过创伤经历吗？即使从来没有出过事故，那生命受到过威胁，或经历过严重的身体危险吗？如果有，那么创伤经历可以指任何能引起强烈、难以抗拒、持久的恐惧感、焦虑感以及压力感的情况。情感和心理上遭受创伤是不幸的，很多人经历任何形式的未解决的创伤，都可能在认知、行为甚至生理上表现出消极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7种表明没有受伤，但可能正在与一些未治愈的创伤做斗争的迹象。1. 处在一段有毒的关系中。许多人在寻求帮助或接触有毒的关系时感到不舒服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虽然在局外很容易发现有毒的关系，但当局者迷。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影响了我们的判断的情况下，带着有毒的感情包袱生活，会导致很多有问题的行为，让我们更难以健康、有意义的情感亲密方式与他人交往。2. 承受惨重损失。很多人可能会遭受心理创伤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如果他们最近在生活中经历了重大的损失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悲伤，如果得不到解决，会让人变得更加超然，与周围的人隔绝，这可能会造成更难入睡、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清晰思考，还可能会让人变得情绪低落。情绪不稳定，容易因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崩溃。3. 有特定的诱因。即使觉得自己已经从困难的过去中走出来了，未解决的创伤可能仍然徘徊在潜意识里，形成触发因素。触发因素被定义为具有挑衅性的内容、图像或对话，能引起立即的情绪或心理反应，如恐慌、焦虑、压力、紧张、分裂或极度不适。所以，被生活中的创伤事件触发时，很有可能仍有一些非创伤性的伤口，阻碍了通往精神、身体和情感健康的路。4. 有无法解释的症状。和上一点类似，无法解释的身体症状是大脑告诉我们的一种方式。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我们可能仍有一些心理创伤需要治疗。如果最近出现一些自己或自己的医生都无法解释的症状，如偏头痛、肌肉紧张、身体疼痛、失眠、食欲不振、记忆力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、疲劳、低能量和抑郁，最好找一个心理医生和盘托出，而不是身体医生。这些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常见症状。5. 在情感亲密中纠结。有没有觉得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，也很难再敞开心扉并信任他们？在生活中，是不是在努力维持亲密、长期的关系，或者在向别人表达自己真实感受时感到不自在？这种对情感亲密和脆弱的恐惧，可能源于以前生活中的创伤经历，而这一篇还没翻过去。毕竟，创伤不仅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觉，还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6. 有抑郁的感觉。尽管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感觉抑郁和已经抑郁了是有区别的，比如在亲人去世、重大事件、疾病、受伤等之后，全力应对这种感觉是非常正常的。所以，如果发现自己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感到抑郁，不管那是多久以前的事，都可能是大脑在告诉自己，有些事情不太对劲，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。7. 应对机制不健康。最后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，即使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的东西都不适用于你，如果你对你的个人问题有任何不健康的应对机制，那么这是一个好迹象，表明你仍然在与一些未治愈的创伤做斗争。其中一些最常见的例子包括酗酒、药物滥用、赌博、过度消费、暴饮暴食、社交退缩和自残。通常，当我们不想承认或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们的感受以及如何应对时，我们就会指望这些有问题的应对机制。那么，你有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迹象吗？请不要犹豫，向心理健康专家寻求帮助，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你的创伤，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的。从创伤中恢复需要时间，但寻求帮助是恢复的第一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